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一期很有意思的案件，一个夜场陪酒女和一个9岁男孩的故事。所有的周边痕迹都将嫌疑指向这个陪酒女，可警方就是没法将其送进监狱。不但如此，这个陪酒女还倒打一把，向法院起诉政府，索要1500万日元的赔偿金。这起案件在日本闹得沸沸扬扬，然而公开资料中却找不出这个陪酒女的任何照片。一个普普通通的陪酒女，凭借她的胆量和智商，她真的是杀害9岁男孩的凶手吗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。我们先把镜头切到1998年11月15号的日本，在当地一家警察署的鉴定课里，法医从一包密封袋中取出一小片骨骸样本，小心翼翼地从其中提取出 DNA， 并将其另一份样本的比较。几个小时后，法医在报告书最后一行写下，该骨骼 DNA 与样本 DNA 相似度为 99%， 可以断定该骨骸主人为成丸秀德。办案警员看着手上这份报告说道，整整14年了，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不一会儿，29岁的女子工藤佳寿子就被警方带到了警局。在审讯室里，警方告诉她，局里已经检测出她遇害丈夫家中那袋骨骸的主人就是当年失踪的9岁男孩成丸秀德，所以最好自己主动交代犯罪事实，否则故意谋杀罪可是要被判无期徒刑的。可和之前一样，眼前这个女人依旧一言不发，被气得一肚子火的警员朝她吼了一句，你也是有孩子的人，难道你就不知道父母失去子女的痛苦吗？听到警方的怒吼，工藤佳寿子才慢慢抬起头，只说了一句话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其实警方很清楚加藤心里的如意算盘，因为根据当时日本的法律，只要再过1个月，警方对他的15年诉讼有效期就会失效。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1个月内，如果警方再找不到工藤杀害成丸的直接证据，那加藤就可以永远在监狱外逍遥自在。问题来了，作为一个夜场陪酒女以及一个2岁女孩母亲的工藤佳寿子，真的是她杀害了9岁的男孩成丸秀德吗？要想知道答案，我们还得从1984年成丸的失踪说起。1月10日那天，漫天飞雪包裹着日本札幌风平区，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，大部分人正躲在家中取暖。突然之间，清脆的电话声响起，成丸顺手接了身旁的电话，几秒后，向电话里的人答道：好的，我这就下楼去拿。刚从厨房走出来的母亲正准备询问儿子去哪里时，成丸就已经走到门口，并回头告诉母亲，渡边的妈妈刚才打电话来说借用了我的东西，现在还要还给我。看着外面的大雪，不放心的母亲叫大儿子跟出去，然而由于一时匆忙，近视的大儿子连眼镜都没戴，就踉踉跄跄追出去了。根据大儿子的回忆，当时他看到弟弟在前面跑了100米后就左拐了，左拐的地方是二乐庄公寓，看到上面贴着一块渡边的门牌，自己就直接回家了。可直到当天半夜，弟弟都没回到家中，一家人越想越不对劲，便分头出门寻找。他们来到写有渡边门牌的公寓，虽然里面的确住着一个叫做渡边的女孩，但这女孩表示根本就不认识成丸，更没有打电话给成丸。看到成丸母亲非常焦急的模样，这个女孩的妈妈甚至把她请到里面，狭窄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，里面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藏人。儿子成丸的确不在里面。无奈之下，成丸父母向警方报警求助，24小时后依旧不见成丸踪影。警方怀疑有人绑架了他，可等了几天都没人发来勒索信息，所以成丸到底去哪里了呢？次日，警方开始以成丸住所为中心，上门询问和排查周围邻居。4天后，在二乐庄公寓门下闪着红黄交错的警灯，现场还围起数圈群众，大家一边接受警方排查，一边议论纷纷。因为就在3天前，当地9岁男孩成丸秀德突然离奇失踪，而根据这个男孩哥哥的口供，弟弟最后消失的地点就在这栋公寓拐角处。盘查几户人家后，有人告诉警方，在成丸君失踪当天，他无意中看到工藤和一个9岁男孩说话，而这个男孩和警方手里的成丸君长得非常相像。当工藤打开房门时，他那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材格外显眼，而更加显眼的莫过于工藤的职业，一家豪华俱乐部里的女陪侍，经常大半夜才醉醺醺回到家中，跟他同层的群众
时常能在半夜里听到走廊传来清脆的高跟鞋声音。工藤承认自己的确见过这个9岁男孩，那天他问自己渡边家在哪里，之后就再也没见过。整个交谈过程，也许是由于工作上经常接受警方询问盘查的原因，工藤表现得十分镇静，甚至夹杂几分冷淡。工藤的反应好像也没什么异常，但警方总觉得漏了什么，因为工藤是唯一知道程完君要去渡边家的人。更让人怀疑的是，在被警方问话后的第2天，工藤就连夜搬走了，这到底是巧合还是作案后故意逃窜呢？在程完失踪后的2年时间里，警方依旧没有程完的任何消息。而此时的工藤也和第2任丈夫和歌守美雄成婚，考虑到工藤之前陪酒女的身份，还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，所以结婚前和歌家人极力反对这桩婚姻，连和歌的朋友都调侃他，当个键盘侠也比当个接盘侠强。把这少妇娶回家，你能 hold 得住吗？小心他榨干你。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，和歌虽然没被他美艳妻子榨干，但结局却比榨干更惨。2人成婚后，和歌履行工藤的婚前要求，自己辛苦赚钱养家，妻子天天貌美如花。可没过多久，工藤就按耐不住心里那股躁动的劲儿了，他开始玩赌博机。以前丈夫每天回来后准时的晚饭几乎再也没出现过。不满的丈夫开始和妻子发生争吵，邻居也总能经常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。丈夫和朋友聊天时，周围人总会调侃他的妻子，时不时发些少儿不宜的牢骚，可和歌却经常一言不发，呆呆地抽着手中的烟。直到12月30日，一场大火彻底结束了工藤夫妇俩的争吵。当天凌晨3点，工藤一家居住的2层楼房发生大火。当时和歌因为在2楼睡觉，所以不幸丧生火海，而工藤当时恰好和女儿睡在1楼，从而躲过一劫。在火烧到一半时，带着一个皮包逃了出来。起初警方原以为是意外失火，但收到保险公司的信息后，他们觉得案情似乎没那么简单。因为在火灾发生后，妻子工藤就立即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，保单价值1亿9千万日元，受益人中只有工藤家寿子。而且根据邻居的反映，当晚着火时，工藤舍近求远，跑到了300米外的地方借电话报警。案发后，法医对工藤的丈夫进行了尸检，发现他气管中含有吸入的黑色碳粉，血液中存在大量一氧化碳，这说明起火时丈夫还活着，但这无法证明是工藤故意放火杀害丈夫，以至于警方以意外结案。保险公司最终也支付了天价保单。半年后，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快要结束时，和歌的姐夫收拾着火的房子时，无意中在仓库看到了一袋东西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焚烧后的骨头。惊慌失措的姐夫立即报了警。让警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这袋尸骸主人正是4年前在札幌市失踪的9岁儿童程丸秀德。火灾幸存者正是4年前被警方问话的工藤家寿子。为了平息舆论，警方再次将工藤带回警局审问，但工藤一直保持沉默，拒绝承认自己和那袋骨骸有关。受限于当时的技术，警方无法确定骨骸主人属于程丸，自然就无法拘留工藤。直到程丸失踪后的第14年，法医利用 DNA 技术确认骨骸主人身份。同时因为骸骨是在工藤起火的住宅中发现的，所以他肯定脱不了干系。可工藤被带到警局后依然保持沉默，这让警方非常着急，因为距离案件公诉期再过1个月就失效了。到时就算掌握工藤犯罪的确凿证据，警方也无法将其绳之以法，所以才有了我们视频最开始警方朝工藤怒吼的情节。从程丸失踪当天开始，到4年后程丸骸骨在工藤住所被发现，再到14年后法医确认骸骨主人身份。这10多年时间里，警方将工藤带回局里问话3次，却只掌握了2条线索。其一，程丸的尸骸出现在工藤住所，并被大火焚烧过；其二，工藤是除了程丸家人外唯一知道程丸失踪当天要去寻找渡边的人，并且还曾与其见过面。法庭之上，控方前后后向工藤问了400多个问题，可工藤的回答只有一个：我不想回答。工藤过度行使缄默权，这让台下听众极度不满。程丸的父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，我希望工藤小姐能够尊重法律，尊重一个死去的9岁孩子，不要一直用不想回答这4个字搪塞法律。毕竟你也是有孩子的人，知道孩子就如同自己的心头肉。在控辩双方纠缠了3年后，日本当局做了这样的判决。虽然各项证据表明被告杀害程丸君的嫌疑很大，可由于被害者的死因无法确定，被告也没有明确的动机，
并伤害致死、遗弃尸体、实体损耗罪已过时效，所以本庭判处工藤家寿子无罪释放。次年3月，不服判决的成丸父母向法庭发起上诉，可结果还是没有改变。而更加讽刺的是，莫过于在第2次审判结束的2个月后，工藤向政府索赔1500万日元。如果工藤真的不是凶手，那此举还情有可原，但偏偏当时所有的证据都将嫌疑指向他，所以工藤的索赔诉求一提出后就被很多人反对，但日本当局还是赔偿了他1178万日元，比工藤提出的索赔金额只少了20%。算上之前那份1亿9千万的天价保单，如果工藤真的是杀害成丸和丈夫的凶手，那他绝对是本案最大的赢家，没有之一。这起案件至今都没有告破，日本民众普遍认为凶手是工藤家寿子，作案动机是钱财。要知道，成丸父亲是日本时任众议员安倍富雄的秘书，家庭条件优越，一大家子住豪宅开豪车。反观当时的加藤，初中毕业后的他就已经辍学打工，从温泉馆、KTV 到豪华俱乐部，工藤凭借自己的美色和身材，一直徘徊在各种风花雪月场所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染上了诸如赌博之类的恶习，这也是为何她的第2任丈夫与她结婚没多久后就对其开始不满。在与和歌一起生活时，工藤欠下了700多万日元的债务，所以有人猜测工藤很可能受别人指使杀害成丸秀德，甚至还不惜杀夫骗保。那工藤具体是如何杀害成丸呢？也许工藤是利用自己2岁的女儿，凭借小孩子之间的感情骗取了成丸的信任，在当天致电引诱她离开住所。但问题来了，作为一个陪酒女，工藤肯定见过很多社会名流，甚至黑社会，她肯定知道这些人都不是好惹的，所以应该不会主动向父亲是高官的成丸下手，除非有第三者指使或威胁工藤，而这个第三者很可能就是成丸父亲的政敌之类的仇人。但作为一个经常看狗血剧韩剧的人来说，小渊个人总觉得应该还有一种可能，工藤有没有可能是成丸父亲的小三？工藤知道成丸父亲不可能和原配妻子离婚，更不可能与他结婚，所以一气之下就通过杀害成丸报复对方。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，但纵观整个案件，有一点小渊很不理解，这个案件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，可为何公开资料中我们连工藤的照片都找不到？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我是小渊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